歼十 C 在超视距作战性能方面要优于阵风。我们再看空中机动性方面，歼十 C 要比阵风强，而且它还可以与我国出口给巴基斯坦的 ZDK-003 型预警机的数据链兼容，这将使得巴基斯坦空军拥有体系优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说的是有政府消息来源称巴基斯坦将在2022年的3月前拥有一个完整的歼十 C 战斗机中队。12月29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哈迈德在接受巴基斯坦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巴基斯坦空军已经采购了歼十 C 战斗机，一个由25架歼十 C 战斗机组成的空军中队将在2022年的3月份参加巴基斯坦国庆大阅兵。这个消息立即在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军迷中引起了轰动。早在1年之前就有许多的迹象表明巴基斯坦空军对中国的歼十 C 感兴趣。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巴基斯坦空军制作的带有歼十 C 图案的臂章。最近还有巴基斯坦军事媒体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了几个月前成都飞机公司的卫星照片，停机坪上正好摆放着25架新下线的歼十 C 战斗机。巴基斯坦有引进歼十 C 的需要。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斗机是大约75架美国制造的 F-16 ABCD 型的战斗机，再加上大约有100架中巴联合生产的枭龙战斗机，另外还有幻影3、幻影5、歼7这些已经过时的战斗机巴基斯坦空军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为主。面对印度空军的200多架苏30 MKI 以及新采购的3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巴基斯坦空军在争夺制空权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尤其是阵风战斗机的引进，让印度空军首次拥有了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 AESA 的战斗机，再配合流星中程空对空导弹，那使得巴基斯坦压力巨大。这个流星中程空对空导弹的最大射程接近200公里，远超巴基斯坦空军现装备的早期版的 AIM-120 导弹或中国出口型的霹雳12导弹。在超视距的作战中，印度的阵风战斗机将拥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引进这批歼十 C 战斗机与正在小批量生产的同样装备 AESA 雷达的枭龙 Block 3战斗机形成高低搭配，配合出口型的霹雳 15E 中程空对空导弹的话，将使巴基斯坦空军有了对抗印度空军的底气。对我国来说歼十 C 的成功出口也意味着我国高端空军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突破，使得我国军工行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现在网友们关心的一个问题，也肯定是巴基斯坦空军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歼十 C 能对付得了阵风战斗机吗？应该说阵风战斗机比歼十 C 战斗机更大更重一些，在航程和载弹量方面占一点优势，但是在其他方面阵风恐怕就未必比得过歼十。最关键的一点是，阵风战斗机的机图的雷达载直径属于世界现役的第3代战斗机之中最小的，这就导致了它装备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孔径只有550毫米， TR 收发单元只有838个。这样的雷达孔径不但肯定比歼十 C 的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要小，而且还小于枭龙 Block 3装备的 KLJ-7A 雷达。由中国电科14所研制的这个 KLJ-7A 的孔径大约是在600毫米，这个 TR 收发单元数量超过1000个，因此阵风的雷达探测距离和探测精度恐怕是不如歼十 C 或枭龙 Block 3的。另外，霹雳 15E 空对空导弹的射程也大于流星空对空导弹。先进的雷达再配上射程更远的空导弹，歼十 C 在超视距作战性能方面要优于阵风。我们再看空中机动性方面，歼十 C 要比阵风强，
而且它还可以与我国出口给巴基斯坦的 ZDK-003 型预警机的数据链兼容，这将使得巴基斯坦空军拥有体系优势。当然了，阵风战斗机在电子对抗方面也有它的优势。至于歼十 C 或阵风在实战中谁能占优，那就要看交战双方的战术或临场发挥了，因为再好的飞机还有人的操纵啊。总之呢，歼十 C 战斗机能够批量出口给巴基斯坦，对中巴两国来说都是件好事，增强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拖住印度空军，对我国那也是有利的。让我们期待着明年3月巴基斯坦国庆阅兵式上歼十 C 战斗机一展雄姿吧。